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4月1日，愚人节啊！祝大家这个愚人节快乐。我呢也有好几天没来更新了啊，不是我不想更新啊，有网友催我啊，我呢主要是感冒了一直没好，一直没好啊。感冒的后期呢，就是人就会咳嗽啊，前期的话是鼻子什么的啊，所以呢就这两天还在休息。说起来也挺怪的啊，就这里每天太阳那么大，就感冒还得的挺频繁的啊，比我过去还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是因为啊，虽然它这里太阳很大，但是呢，这个日夜的温差也很大，所以呢，就是总是容易感冒啊。我先回答网友一些问题啊。就有一个网友他问我，他说那个德尼亚和马拉加啊，哪个地方住的好一点？就是1000欧元可以租到什么样的房子？其实德尼亚呢，它是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叫 Costa Blanca，就白色海岸，算是阿里坎特这边呢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度假区的。那么这个德尼亚呢，它是白色海岸的最后一站啊，就终点。那里呢，就差不多现在1000欧元呢租的这个房子呢，应该是一个2室1厅，差不多就这样的。然后大小的话，应该也在60-70平米吧，啊，可能会稍微再大一点，80平米也有可能啊，这个要看房子具体的情况。德尼亚呢，它的地理位置肯定是不如马拉加这样的城市来得好的，对吧？因为马拉加它城市大啊，就各种交通啊什么，肯定还是更方便一点。德尼亚如果就是从机场或者说高铁站那个下来的话，还需要啊，就是坐公交什么的话，那还需要几个小时。如果是打车的话，或者自己开车的话，可能1个多小时啊，这样子。马拉加就它本来就是一个中心城市吧，下来就到了，所以这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的城市。那他们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有海的啊，就德尼亚相对安静一点吧，啊，是一个人少一点的地方，马拉加就更热闹一点啊。那相对的配套的什么生活的那种娱乐什么的，那肯定是就马拉加更丰富一点，对吧？好吧，这是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啊。那么今天聊点什么呢？啊，我这个频道反正就瞎聊吧，对吧？我也没有什么啊，就非常强烈的啊想要聊什么。我想就是聊聊教育的问题吧啊，就是关于在这个中国接受教育，或者说在这个西方接受教育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这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然后呢，我的感受也挺多的啊，我想的也挺多的，思考挺多的，所以我就想聊聊这个话题啊。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美国的网红啊，叫什么甲亢哥啊，甲亢哥应该是那个中国的网友给他起的名字啊。可能因为这个网友他就是可能因为这个网红他是一个四肢很强壮的啊，然后精力好像很旺盛啊，所以就是他们给他起个名字叫甲亢哥。因为甲亢好像就是很兴奋嘛，就是一种什么疾病对吧？人就一直表示一直很兴奋。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在成都啊去旅游去就直播什么的，本来也挺好的事情对吧？有些人说啊，这些国外的网红啊，现在中国就请了很多这种国外的网红去做宣传什么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倒不是什么问题啊，因为过去我也就是去很多就别的国家去旅游，然后也跟许多这些
邀请过去的，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安排吧，对吧？这个也不能说就是别人请去做点宣传就一定是不好像一般各个国家的什么国家旅游局啊，他们会跟你合作，什么泰国旅游局啊、丹麦旅游局啊，对吧？这种很多他教你找一些什么旅游达人啊、摄影达人一起去旅游然后呢讲讲去玩的感受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挺正常的这个倒不是一个问题。那问题就是在于呢，就是他在成都直播，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的是一个二次元的，穿了一个像女仆装的一个女的她出来用英文跟贾康哥聊天她说我不喜欢你她说我喜欢你女朋友，因为你女朋友是个白人，而你是一个黑人她说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然后贾康哥就骂人了，对吧？反正就骂人就上车了。然后很多网友就说这个人他肯定不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其实在中国这种歧视类型的事情其实挺多的。说句实在的我觉得就抵赖或者去辩解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主要的问题是要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像现在中国像许多那个国家进行免签，让大家去旅游，然后也请了一些网红什么的去玩，去做一些宣传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事情促进大家交流，对吧？确实有些我觉得有些对中国的一些言论有时候确实也是说的有点极端的那么让很多人去玩去看一看也是好的，对吧？这又能促进旅游业所以这个事情本意我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其实就现在这样的新闻，我觉得应该是表面的，而且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到底她为什么因为正常情况没有人会自己突然站出来说我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对吧？要不就是她开玩笑她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思维古怪的一个女的，然后她年纪也很小，就开玩笑，对吧？可事实上，我们没看到的这种歧视性的事情，其实很多的很多的。就我们小时候我记得那个上海还是那个巨龙车就是那种3节的那种公交车，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上车那卖票员他反正就只讲上海话，他不会讲普通话的。那个时候普通话都没有普及全是讲上海话他就会说进去进去快点进去立在门口头做啥，对吧？他说进去进去快点进去站在门口干嘛然后如果就是别人是外地来的那他就可能要生气了就要开始说外地人车子也乘不来就是外地人连坐车都坐不来，对吧？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其实上海一直是一个中国怎么说，就是很棒的一个城市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城市。但是呢，也被许多其他的城市的人说到现在就说什么上海人很歧视外地人其实上海的年轻一代的人，我觉得真的还好但是年纪大的一些的，你像我外婆那些人，我奶奶那些人，他们那种年龄段的人真的很多。他说话他们就会对什么宁波人什么安徽人什么江苏人他们就会不是江苏人，是苏北人，对对对，他们就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语言上的这种讲。当然我们小时候我们也不懂，对吧？但是听在耳朵里面这种感觉就不是很好。那你想，就是一个社会整个从上到下的，就上一代一代的人向下的，他们可能不注重这种问题我都可以回想起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也是很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就我喜欢去吃那种
传统的面点啊，就苏式面，上海有很多那种苏式面馆啊，也是那种外国游客来吃饭，那就上海那个面是一碗一碗端出来的嘛，那他端给那个服务员呢、就是盛面的人端给那个服务员，跟他说，哎，一桌黑人，一桌黑人，拨伊拉一桌黑人啊，就说那桌黑人，那桌黑人给那桌黑人。这种其实啊，黑人这个词就是它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说是中性词呢？因为我看到很多什么大学教授啊什么啊，他们也会上课说，对吧？什么黑人占啊多少多少人口，白种人占什么什么人口。所以，但是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就是在旅游业、服务业上啊，你去用到的一个词。这个词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所以一般人家都会说啊，给那桌穿什么衣服的，对吧？人家穿个黑衣服，你说给那桌穿黑衣服的，啊，给那桌穿什么的？还有就是影视剧里面啊也很多啊，什么那个瞎子啊，那个瘸子啊，对这种残疾人啊，这种歧视啊，真的就很多，很现实。其实我想来想去呢，我觉得啊，这种歧视啊或者什么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没有特别多的人去重视这一点，就好像就是有2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就一直在宣传啊，要七不规范啊，不能随地吐痰，不能乱丢垃圾，不能什么随地大小便啊，还什么的，还反正有好多啊，不能乱穿马路，对吧？还有什么不能大声喧哗吧，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就有宣传那几年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人的素质，就人为的素质，真的还是提高了不少。还有一段时间是那个抓那个乱穿马路的，好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这个真的人为是提高了不少的。但是像这种歧视啊或者什么这种话语啊，就我觉得从社会本身整个本质来讲，就很少有人会专门去对这个事情啊去讲。最多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小孩，如果他在马路上说啊那个瞎子那个什么，他妈妈肯定说啊你不要乱说啊，马上人家打你，对吧？但他不会什么语重心长跟他说啊你这样说是不对的啊。其实我们中国的这个古代人说的很好，有古语说这个将心比心，对吧？就是用我们的心啊比作别人的心去想一想，就换个位置想一想啊，就如果对方这样说你是一个残疾人，你会怎么样，对吗？但是我觉得就是家长啊，或者整个社会啊，非常花很大的精力、很大的时间来宣传这个事情，就是来对人进行这种教育。这个啊，又要想到就是西方的教育。我经常跟人家讨论啊，就是到底这个西方的教育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差距在什么？我当然不是什么教育学家或者专家之类的，对吧？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我觉得啊，就教育这个东西，真的不是说为了一定要培养出啊能造什么原子弹啊，或造什么人工智能 AI 的那些人啊，因为那个真的是极少数的天才或者精英，对吧？我觉得就哪怕你在最好的教育的环境里面，这些人就是顶尖，就是很少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人的素质啊，他的这种基础的素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对待动物、对待女性、对待那个儿童、对待老人啊，还有就是对待弱势群体，比如说像残障人士啊，像人跟人日常交往的那种呃礼貌啊，或者说交往的那种不卑不亢的一种方式啊、态度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我们我觉得我们真的比欧洲这边或者说美国我没有特别仔细的去比较，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差好多，比欧洲这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我觉得小孩能不能教育到，就是成为一个什么人才，考到一个什么名校啊，这个东西真的看他自己也是
很讲究的，对吧？不是说完全靠父母的就一定能够把他培养成这样。但是基础的啊，我觉得你做人的礼貌，做人的这种素质啊什么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一个人能不能过得开心，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取决于这个。所以我跟很多人就讨论，尤其是中国的一些移民啊或者家长啊，他们不喜欢听我说这些东西啊，因为他们觉得我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对吧？他们就觉得就是说，当然小孩要有出息了，要能够考进名校了，以后收入一年要拿100万年薪了，对吧？总是人要过得舒服了，要在 office 里面上班了，然后那个你总不希望你小孩以后去做个服务员吧？就他们大部分的人，我觉得跟我讨论下来啊，我觉得就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但其实我觉得呢，你做个服务员也没有什么啊。我觉得其实做服务员也好，做个别的什么东西的，最普通的工作，这个真的也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善良、开心，还有就是你跟人家和和气气的，你尊重别人，别人对你尊重那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能够让你那个很开心啊，就生活过的。还有一个我看到就是也是很思考的一个话题，就是讲一个一个就是留学的一个男的，他说他到欧美他去留学，然后留了学，人总是要谈恋爱什么，那么他喜欢那些就是外国女孩外国女孩他觉得他想追求人家，但是呢，他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竞争力他说就是他自己是名校什么东西的，确实有这么一点点用，但是就是跟人家一开始介绍的时候别人可能会看他一眼，然后他跟人家实际就交往，他完全比不过就是本地的或者说欧美的那些男生去追求。在他的这个描述里面，他觉得那些欧美那些男生什么还没有他出色我说的出色，可能比如说像聪明或者说就是我们所讲的那种出色所以我其实就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基础教育，或者说本质的家庭的教育。因为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会让人你一个人的一个好像底色就像你画画要画个什么底色，就你的底色，你的基础就被这么塑造好了。那他去追求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文化差异，对吧？不同，但事实上就是我觉得可能人家就在意的是怎么快乐的在一起怎么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才艺不是说你会解什么方程式你有做数学做的有多好呀，或者说你明天赚多少钱一个月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如果说教育的问题我相信就现在中国的教育什么大学什么的，很多高科技的东西，那个人工智能AI 或者什么有很多教育的东西，我觉得不说一定要比美国强吧，我觉得比世界上很多国家要强，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人文的这种底蕴的东西这种基础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还是不能比但是同样这两样东西来讲，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的这些基础的东西快乐的东西，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确实有很多精英，他也赚得多，对吧？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家庭也不快乐他自己过得也不快乐我想想，很多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好吧我也没有什么草稿所以讲的可能乱七八糟的但大概意思我想大家也明白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谢谢大家。